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既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，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
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了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，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她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她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胥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。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净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。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
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。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2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2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。
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，他会请求去处理。哦，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“棘手”二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